晨曦微露，淡淡的霞光铺洒在官道上。范泽人一行人已行至京城近郊，马车徐徐前行，道旁树影婆娑，清风拂面，令人心旷神怡。泽人，前方便是京城，我们再行一程便可抵达。彪虎策马行在前头，回首对泽人道。泽人微微一笑：“是啊，经历半月以上奔波，终于快到了。进京之后，我们需谨慎行事，莫要生出事端。”芙蓉轻抚鬓发，眼中闪过一丝期待。京城繁华，自是值得一见。不过，泽人，京中步步惊心，你要多加小心。话音刚落，众人便见路旁有几个乞丐，衣衫褴褛，跪伏在地，对往来的人行乞。但有一乞丐与众不同，那人跪在路边，衣衫褴褛，面容消瘦。奇怪的是，这乞丐并未像其他人一般乞讨，只是静静跪在那儿，对往来行人不求饶，也不多看一眼。泽人见状，心生好奇，命车夫停下马车，轻声道：“彪虎兄，芙蓉，我去看看那乞丐。”芙蓉疑惑地问道：“京城外面也有如此多乞丐吗？这不是齐国最繁华之地吗？”彪虎叹气：“哪都有乞丐，再繁华的城市都有活不下去的人，那些活不下去的人就会沦为乞丐。”马车停下，泽人从怀中取出些钱粮与水，走到乞丐跟前，温言道：“大兄弟，这些食物与水你拿去，解解饥渴吧。”乞丐闻言，微微抬头，露出一双清澈的眼睛，接过食物与水，简短地说：“多谢。”泽人见状，心中不禁生出一丝怜悯之情，转身回到马车上，对彪虎说：“这么多的乞丐，一个一个救济也只是杯水车薪，今天救了这个，明天又会多出那个。”彪虎点头往外看了乞丐一眼，却见乞丐的目光一直停留在自己身上，略感奇异，却也不以为意，没有多想。芙蓉见状，柔声道：“我们快些进城吧，莫要多耽搁。”众人点头应允，马车再次启程，乞丐则起身离去，背影消失在晨光中。马车重新启动，继续向京城前行。泽人回头望了那乞丐一眼，心中仍有些不解，轻声对彪虎道：“彪虎兄，那乞丐盯住你看，似乎有些奇怪，你可曾见过此人？”彪虎摇头道：“我从未见过此人，或许他只是觉得我们气度不凡，故而多看几眼，也不必太过担忧。难道你觉得他是柳家派来的人吗？”泽人手撑着下巴思考：“我觉得不像。柳家如果要找我麻烦，不会只找手无寸铁的乞丐。如果是被派来，他应该要见到我们就靠近搭话。可他并未行动，而且是我主动与他攀谈，他也并未多言。如果要出手，刚刚给他吃食时，就是最好的时机。是柳家派来的人，这个可能性不大。”芙蓉一插话道：“说的也有道理，但无论如何，还是多加小心为妙。京中局势复杂，不可掉以轻心。就算他不是柳家派来的人，进京之后就不一定了。”泽人点头，说的是，我们还需谨慎行事，不可大意。随着马车前行，京城的高耸城墙越来越近，已经肉眼清晰可见。泽人心中感慨万千，终于即将抵达目的地，又离自己的理想近了一步。彪虎豪气地说：“泽人，前方便是京城，我们终于要到了。”芙蓉微笑道：“是啊，马车坐得我腰酸背痛的，累死我了。”彪虎笑着说：“等安顿好后，我们去吃一顿好的，消除这些日子的疲劳。”泽人深吸一口气，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，在心中想着：京城，我来了。过城门只是普通的盘查后，一行人没有被为难，安全的抵达。泽人知道真正进入京城的大门后，方才真正放下心来，放心的呼了口气，总算平安抵达了。众人进了京城后，便下了马车，打算随意逛逛京城，顺便找个落脚地。京城的繁华果然名不虚传，街道两旁商贾云集，酒肆茶楼林立，车马川流不息。泽人不禁感慨，阳城就已经非常繁华，没想到京城更是热闹繁荣，果真是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啊。彪虎也道：“是啊，我也第一次来此，也算是开开眼了。泽人，我们接下来如何打算？”泽人沉思片刻，道：“我们先找一处客栈安顿下来，待我整理思绪，再行计划。”芙蓉环顾四周，见不远处有一家颇为雅致的客栈，遂指道：“那边有家庆乐客栈，看来颇为干净，不如先去那儿歇脚。”众人点头应允，随即向庆乐客栈行去。客栈门前小桥流水，绿树成荫，显得格外雅致。店小二见有人前来，立刻迎上前来，笑脸相迎：“几位客官，可是要投宿？”泽人点头道：“
劳烦小二哥为我们准备2间上房。店小二应声而去，众人随他进入客栈。只见堂中布置典雅，清新脱俗，让人倍感舒适。待安顿妥当，彪虎便问泽人：“我们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？”泽人沉思道：“我先打听打听京中情况，留意考试的一些须知。彪虎兄与芙蓉可在这段时间内熟悉京城环境，以便日后行事。”芙蓉点头：“这样甚好，我与彪虎会多加留意，保证不让你担心，有消息会及时告诉你。”彪虎笑道：“泽人，你放心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分头行动，熟悉熟悉吧。”众人商议已定，各自休息片刻，准备迎接京城的新挑战。在这座繁华的京城，等待着他们的是无数的未知与谜团。在出入京城的几日，泽人、彪虎和芙蓉3人决定分开行动，探探京城中的消息。泽人独自一人行走在京城的大街小巷，心中暗自盘算着进京以后的各种计划。街上行人熙来攘往，车水马龙，他漫步于人潮中，欣赏着这座都城的热闹景象、繁华的景象。正当泽人行至一处茶馆门前时，忽见一熟悉的身影。那人身穿青衫，眉目之间透着一丝沧桑，身形消瘦，面容憔悴，虽穿着整洁，但不似往日的意气风发。这不是以前的同窗刘景旺吗？自从县令事件过后，便再也没有看过他了。泽人快步上前，唤道：“景旺兄，是你吗？”刘景旺回过头来，看到是泽人，神色复杂。他先是一愣，随即露出一抹苦涩的微笑，说道：“我还想说，怎会有人叫我？原来是你。”泽人走到他身边，仔细打量着昔日的同窗，心中不禁感叹：“景旺兄，好久不见，你应也是来京城赶考的吧？”刘景旺叹了口气，淡淡道：“不错，我也来赶考。咱们都是书院门生，这次科考自当一试。”泽人看住刘景旺，心中隐隐感觉到他身上有些不同于往昔的沉重，遂说道：“景旺兄，令尊之事非我本意，我也无心把他逼上绝路，但我并不后悔我的所作所为。我不能看出县令大人受人污蔑，背上骂名。”刘景旺神情复杂，叹了口气：“我知道你有你的道理，我不怨你。你是正直之人，不会刻意诬陷。其实我也不赞成父亲所为，可他毕竟还是我的父亲，他做了错事，我也只能受着。”泽人回应：“他是他，你是你，你不需背负他的罪孽，也无需替他偿还。”刘景旺眼神黯然，苦道：“这天下恐怕只有你会这样想。这些日子见识了许多人情冷暖，也让我明白了不少道理。权力名誉终究是立身之根本，像我现在还能在这，也不过是沾了我大伯的光罢了。若不是还有他这大将军的身份护着，怕是我也得在边疆过上一生了。”泽人知道其中必有缘由，但也不便多问，只是轻声道：“景旺兄，若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，尽管告诉我。”刘景旺意味深长地看了泽人一眼，低声道：“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我认为以我大伯的性子是不会放过你的，你还是少与我有往来会比较安全。刘家能爬到现在的位置，都是靠他，你自己小心点吧，你的仕途不会太好过的。”泽人仍是微微笑着：“多谢你的提醒，但你有事还是可以来找我。我不在乎家族门风，也不在乎权力斗争，我只想做我想做的事情，完成我最初的理想。这就是我现在在这的原因。我希望你也是如此，不要背住不属于你的东西而活，你要为了自己而活，权力那些不过是手段，最终你想要得到什么，你想过吗？”“那不过是空想罢了。有时真羡慕你，无拘无束，但你很快会知道这里不是你想的如此简单。最后再劝你一句，在京城你得收起你那些心软温和。京城表面之盛世，恰如镜花水月；京城之政局，犹如那波光粼粼的湖水，表面看似平静，实则暗潮汹涌，不知其深浅，亦不晓得暗藏何等危机。你可能是饵，也可能是鱼，也可能什么也不是。你不够狠心，就会被人利用，就会上当受骗。即使你再聪明，你的心软将会是你最大的弱点。这里的人都可以为了权力、名誉、金钱而做出许多肮脏下作的事情，活着才是唯一的出路。泽人，你可别死得太早了。”泽人本还想说些什么，却被一声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：“景旺哥哥，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再麻烦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并记得开启小铃铛。这里是图说故事录，我们下次见。”